虽然近2年效益保持排名第一，但增长率却是逐年在下降。蓝忘机冷着一张脸反驳道：“感情就是针对我们管理层。”一位高管抱着手冷笑着说：“方案附件有今年数据对比，各位看看就明白了。”蓝忘机对高管的冷嘲热讽并不在意。是魏秘书做的吧？不知何时，矛头指向了坐在后方的魏无羡。魏秘书懂药企经营吗？就靠收集几个数据就能对云深制药指手画脚？魏无羡正想反驳，但蓝忘机侧过脸看了他一眼，示意他不需多言，便又愤愤地坐好。是魏婴做的，但都是我的意思。蓝忘机替魏无羡回答。哼，蓝副总可真慎重。高管狠狠瞪了一眼魏无羡。您的意思是我也不懂药企经营？蓝忘机淡声反问。我们是希望蓝副总能在推动改革前多征求云深制药的意见。另一位高管敲着桌子说。现在就是征求意见。面对躁动的会议室，蓝忘机面色如常，会上可以提，不方便会后提交到姑苏总部。蓝副总，众人见蓝忘机没有商量的余地，面色十分难看。时限1周。蓝忘机合上手中的文件夹，过时不候。魏婴，没事吧？回去的路上，蓝忘机看着自家秘书脸色不太好。没事。魏无羡赶紧回答，蓝副总才是，辛苦了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通知云深制药，下周召开中层干部大会，启动改革。是。接下来的1周，魏无羡过得无比艰难。云深制药那些高管不肯坐以待毙，不是来蓝副总办公室抗议，就是去蓝启仁和蓝曦臣那边告状。2位大佬本就是改革的支持者，对众人的意见不予理睬，只说云深制药现在是蓝副总分管，有什么意见找他说去。这就苦了魏无羡这边，不仅要收集意见对方案做调整，还要整日面对凶神恶煞的药企高管，白天没法工作，只有晚上加班，搞得魏无羡一听云深制药脑仁就痛。好在强烈反对改革的毕竟只是个别高管，大部分管理层特别是科研部门还是相当支持改革的。好不容易熬过1周，魏无羡拿着修改好的改革方案跟蓝忘机一起去云深制药。想到上次过来受到的刁难，魏无羡心里就一颤，不知道那几个高管这次会不会搞出什么幺蛾子。毕竟这个会议是他们最后反抗的机会了。一路上，魏无羡悄悄看蓝忘机，发现自家副总还是那副镇定自若的模样，仿佛山崩于前都能面不改色，这让魏无羡内心平静了不少，感觉只要蓝副总在身边，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那自己呢？魏无羡忍不住心想，自己也能成为蓝副总的支柱吗？大概不能吧，自己虽然进步不少，但总是无法达到蓝副总的要求。下车后，魏无羡拿着资料跟着蓝忘机去会议休息室。会前，蓝忘机又和魏无羡确认了一下修改的细节。蓝副总，可以开会了。一个高管推开门，示意人已到齐。蓝忘机点点头，魏无羡也赶紧起身，脸色僵硬，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魏婴，你可以在这里等我。大概是看出魏无羡的紧张，蓝忘机接过资料，想让魏无羡在休息室等他。魏无羡内心求之不得，他再也不想面对药企那几个凶叉叉的老头了。不等魏无羡回答，蓝忘机便独自往会议室走去。就在这里等蓝副总吗？魏无羡犹豫着，看着蓝忘机离去的背影，脑子没反应过来，身体却先一步冲了出去。听到背后急匆匆的脚步声，蓝忘机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蓝副总，等等我。魏无羡快步跑到蓝忘机身旁。又不怕了？蓝忘机忍不住笑了笑。怕。魏无羡咽了咽口水，老实回答，但我也想成为蓝副总的支柱。魏秘书确实是我的支柱。蓝忘机认真地说。魏无羡整个人瞬间精神了起来，整理好外套，笑着上前为蓝副总推开会议室的大门。蓝副总，魏婴在您身边。今晚有家宴，本来魏无羡是不陪蓝忘机参加的，但饭后蓝副总想自己去云深电子线下品牌店看一看，魏无羡只好陪他一起回蓝家老宅。蓝家老宅离城区不远，建筑古香古色，占地面积很大，周围没有城郊那种杂乱荒凉的感觉，反而依山傍水，景致特别好。进入老宅后，
里面山水园林错落有致，一草一木都尽显兰家底蕴深厚的历史和超凡不俗的品味，确实是一般暴发户不能比的，不愧是掌控着云深集团的家族。魏无羡边走边想，魏无羡现在跟着蓝忘机往老宅深处走去，他是不能出席家宴的，但蓝忘机在宴会厅隔壁给他安排了吃饭休息的地方。穿过一个花园，宴会厅就在眼前。蓝曦臣和一位年轻女子正在走廊处谈话，看到蓝忘机和魏无羡走来，便转头看向两人。忘机，你终于来了。蓝曦臣笑着说，苏小姐等了你很久。蓝家和苏家沾亲带故，出席家宴也是情理之中。魏无羡看着那位青春貌美、举止得体的苏小姐，不知为何在心里这样解释道。